楼下新开了一家烧烤店，每天营业到凌晨3点，油烟直呛，醉鬼喧哗，吵得整栋楼的住户不得安生。谁敢上门理论，老板就当场耍横，说自己是合法经营，投诉举报都效果甚微。直到半条街的住户都忍气吞声时，得了躁郁症的我因为贪便宜搬进了这栋楼。小李啊，住这儿要是遇上楼下烧烤摊太闹，忍一忍，别去招那姓王的，那就是个滚刀肉，混不吝。是，我平时就图个安静，我不招他，但他要是招我，那我可得跟他好好说道说道。房东的话我当时没太当真，可搬进来的第1晚就被楼下的喧哗声吵得睡不着觉。烦躁地推开窗户后，油烟混着烤肉的辛辣味直扑进来，一气之下我掏出枕头下的板砖就准备冲出去，结果刚到门口就冷静了下来，不能这么暴力。第2天我决定亲自去看看。正当我下楼走到烧烤摊前时，隔壁单元一个经常下棋的老大爷拉住了我。小伙子，新搬来的吧？我劝你别过去，那老王凶得很，之前有人据说他差点拿啤酒瓶给人开瓢，投诉也没用，咱们惹不起。硬碰硬确实不是办法，要收拾这么个泼皮，我要智取。我走到烧烤摊前，正是傍晚准备时段，老板老王是一个中年壮汉，正在用力扇着炭火。吃啥？自己找地方坐。老板，不吃饭，我是楼上新搬来的住户，您这生意挺好，但油烟和晚上声音有点大，我家的窗户都被熏黑了，特别是后半夜，能不能调整下，或者装个好点的净化器？影响你，我在自己店门口做生意，执照齐全，白找你了。县朝县有为你住别墅去，穷租个临街房还装什么大爷？滚蛋！老王扇子一扔，上前推了我一把，我握在手里的手机恰好被撞得飞了出去，摔在地砖上发出清脆的碎裂声。周围几个路过的住户和食客都看了过来。你怎么动手还摔我手机啊？我要报警！这手机是我刚买的。各位邻居朋友，大家都看到了吧？帮我做个证。谁看到我摔了？你自己没拿稳，少讹人。我看见了，就是你推的人家，手机才飞的。小伙子报警。很快，附近的帽子叔叔就来了，在几个目击者的证词下，事情清晰起来。帽子叔叔对老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最终他极不情愿地赔了我3000块钱，算是手机屏幕维修的赔偿。扫码转钱的时候，他压低声音，从牙缝里挤出话：小子，你行，这事儿没完，你在这片住，老子有的是法子让你发疯。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当晚噪音依旧，但我没再下楼，毕竟一个办法再用第2次就没有意思了。第2天早上，我出门去了趟中药店，回到家，我在厨房忙活了一上午，用砂锅精心熬煮了一大锅气味浓郁、颜色深褐的护肝养生茶。傍晚，我将茶分装进几个漂亮的保温壶，然后拎着壶下楼了。怎么又是你？王哥，下午好啊！昨天是我不对，您做夜生意辛苦，肝火旺也正常。这不，我特意给您熬了点养生茶，解酒护肝，清肺润喉，您和伙计们尝尝，就当我赔个不是。你给我送茶，黄鼠狼给几百年。瞧您说的，远亲不如近邻嘛。您看，我先喝一口，自家熬的，干净。您尝尝，要是觉得还行，我明天再给您送。您生意兴隆，我们楼上也能沾沾喜气，不是？老王还是一脸的狐疑，他没有接茬，直接转身回后厨了。我把保温壶放在他店门口一张空桌子上。王哥，茶放这儿了，记得喝啊，明天我再给您送。说完，我转身上楼，隔壁单元的大爷正在楼道口看着我，眼神里全是疑惑。小伙子，你没事吧？他昨天那么对你，你还给他送补茶，你是不是被他吓着了？大爷，您放心，好戏啊，还在后头呢。第3天晚上，老王烧烤摊的生意格外火爆，噪音油烟也变本加厉。我丝毫不生气，反而又去药店补了点货，然后熬制新一锅升级版养生茶。这次我特意加了更多甘草和菊花，让味道更甜润。熬好后，我再次拎着保温壶下楼。这次我刚到摊前，老王的眼神里少了一些警惕，主动开口：又送来了。当然了，王哥，我看您昨晚忙到那么晚，今天脸色都有点乏，这茶我加了新料，更解乏，您试试。或许是他昨晚真的被酒气和油烟搞得不舒服，犹豫了一下，接过我倒出的一碗茶，嗅了嗅，然后咕咚咕咚喝了下去。还行，不算难喝，算你小子有点心。王哥喜欢就好，以后我天天给您熬，保证您精神百倍，客似云来。那个，王哥，我这肚子突然有点不舒服，可能是茶吃多了，能不能借您店里厕所用用？实在憋不住了。这店楼厕所乱。哎呦，王哥，咱都一起喝过茶了，这点忙都不帮，我就一下，很快。没等他再拒绝，我捂着肚子就朝他店铺后间钻去。他店里的厕所间做杂物间，又脏又乱，但我目标明确，迅速找到了从后墙接入的电箱，借着外面嘈杂声的掩护，我对电箱里几个关键的接线做了手脚。做完这一切，我冲了下水，走了出来。扒完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可能吧，谢谢王哥，我得回去躺会儿，顺便给你准备明天的茶。说完，我快步离开。回到楼上，我第一时间新建了一个群，名为公寓住户互助群，把除了老王以外的几乎所有邻居都拉了进来。在群里，我只发了一条消息：各位高邻，明后2天，大家如果晚上听到楼下有什么特别动静，别开门窗围观，保护好自家空调和衣物。如果出门，建议戴口罩。群里先是安静，
然后冒出几个问号。我没再多解释，关掉群消息，戴好降噪耳机补觉。深夜2点左右，我被手机震动吵醒，互助群里已经炸了锅。快看，老王烧烤摊好像出问题了，那个大排风扇突然不转了，然后又在倒转，油烟全往回灌，店里客人都跑出来了，磕成一片。何者，他们冰柜好像也停了，我刚从窗边看到老王在跳脚骂街呢。给，让他不开净化器，直排油烟，这下好，自己吃个够。群里瞬间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甚至有人发起了庆祝红包。我笑了笑，这才哪到哪。第二天中午，我又熬了一大锅茶，还特意在群里艾特了老王。王哥，今天新茶熬好了，加了西洋参，给您压压惊，补补气。小兔崽子，你给我等着，肯定是你搞的鬼！从今天起，老子跟你没完，不把你弄出这个小区，我跟你姓。王哥，您这说的什么话？我好心每天给您送茶，怎么还成我的错了？昨天您店里电器故障，我也很担心啊。群里其他邻居纷纷发来吃瓜表情。接下来2天，楼下居然异常的平静，噪音和油烟都小了许多。我以为老王怕了，或者电路问题让他焦头烂额。直到周末清晨，我打开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只见我家防盗门上被泼满了黏糊糊的烧烤废油，门把手挂着几串发馊动物大肠，地上更是一片狼藉，满是空啤酒瓶、发霉的竹签和厨余垃圾。房东听说后打算把租金退给我。小李啊，要不我把剩下租金退你，你另找个地方吧。老王那人真惹不起，他放话要不惜代价赶你走。谢谢您，但不用了，我交了租金，这就是我家。有人往我家门上泼脏东西，该走的不是我。老王封不封我不知道，但我要是封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他要玩脏的，那我就陪他玩个大的，看谁先受不了。当晚，我默默清理了门口的垃圾，拍照录像留好证据，甚至在互助群里大度的表示我不追究这件事，希望王哥生意兴隆，以后大家和睦相处。然而到了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整个公寓群被一连串的视频和照片刷屏了。我拿起手机一瞧，发现不知道是谁大半夜把小区的垃圾全部拉过来，直接把老王的店铺给堵死了。我的天，这是谁干的？太解气了！听说老王现在在里面骂娘，门都推不开，哈哈。不止，就连垃圾站那几个大垃圾桶也被拖过来了，全堆在老王烧烤店门口了，汤水流了一地。他家那个招牌灯箱好像也被泼了什么东西，一股子馊臭味。虽然方法那啥，但对付这种恶人就得这样，不知道是哪位侠士的手笔。群里很快又有人把话题引到我身上，我立刻委屈的澄清：大家别瞎猜啊，我昨天都说不追究了，这事跟我可没关系，我哪有那力气拖那么多垃圾桶。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条新的好友申请，备注是保安小陈。通过后，对方只发来一句话：放心，昨晚后半夜到今早的监控记录刚好在系统维护，啥也没拍到。另外，前天晚上有人往你家门口泼油扔垃圾的片段，我单独存好了。谢了，兄弟，回头请你吃饭。我是真的没想到，我干的这点事还能得到这么多人支持。中午时分，在环卫的协助下，老王烧烤店门口的垃圾山终于被清理干净了，但那股混合异味经久不散。老王一脱身，直接带着帽子叔叔敲响了我家的门，开口就指着我鼻子喊：帽子同志，就是他，肯定是他干的，恶意破坏经营，损害财物，快把他抓起来！帽子同志，你们可算来了，我是守法好市民啊！昨天我家门被弄成那样，我都没报警，怎么现在反而成我的不是了？王老板，你说我干的，有证据吗？证据，楼下有监控，调监控一看就知道。走，现在就去。好，清者自清，一起去看看。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保安监控室，保安小陈正等在里面，看到我们，尤其是帽子叔叔，立刻露出职业化的苦恼表情。帽子同志，真不巧，我们这套老监控系统最近在分批升级，昨晚上轮到烧烤店那片区的几个摄像头进行调试和维护，所以昨晚的监控数据没保存下来。什么？这要巧？你们物业是不是和这小子串通好的？老王开始大吵大闹，物业队长不慌不忙拿出了一份有日期的监控系统升级工作计划表，递给帽子叔叔。同志您看，这是我们的工作计划，早就定好的，昨晚确实是计划内的维护时段。帽子叔叔仔细看了看工作计划，又看了看状若风虎的老王，再联想到之前几次关于这家烧烤摊的投诉记录，心里已经有了判断。为首的帽子叔叔叹了口气：行了，王老板，计划表就在这里，时间对得上，没有监控证据，我们不能随便抓人，这事我们会继续调查。调查什么？你们就是偏袒他，你们肯定被他收买了，我要投诉你们！老王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指着帽子叔叔嚷嚷起来。听到这话，在场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我知道该我出场了。帽子同志刚才算把我了，现在该我帮他们解围了。帽子同志，你们今天来了正好，我也要报警。我此话一出，老王瞬间安静了，帽子叔叔也疑惑地看向我：你报什么警？我家前天晚上被人恶意破坏，防盗门上被泼了废油和腐烂食材，门口堆满垃圾。虽然我为了邻里和气不想追究，但现在看来，有人不想让我安生啊！
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我大概知道我跟谁有过节。昨天有人在群里公开威胁我，说要整死我，让我住不下去。说着，我把手机递给帽子叔叔，屏幕上正是老王在群里咆哮的文字记录。帽子叔叔看完，脸色更严肃了。帽子同志，我一个外地人在这里举目无亲，现在被人这样威胁，我晚上都不敢睡觉了。你们一定要保护我啊！王老板，这是怎么回事？用言语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我威胁他怎么了？要不是他先给我下药后搞坏我电路，我会威胁他吗？有本事你让他拿出我破坏他们的证据，有证据我就认，没证据我就走。他笃定了物业那边没有监控，可就在他转身想溜的时候，一直没说话的保安小陈突然操作起电脑。帽子同志，关于这位先生家门口被破坏的监控视频，我们好像找到了。不可能，你们不是说监控都升级没数据吗？要不是所有监控都在升级，这个不是主系统，是另一个角度，一个老摄像头拍到的备份片段。屏幕上立刻开始播放老王和他那个小舅子提着桶拿着垃圾在我家门口肆意泼洒丢弃的全过程拍得清清楚楚。看到监控画面，老王快气炸了，下一秒他突然跳了起来，想要过去砸掉那个屏幕。帽子叔叔的反应也是极快，瞬间就把他给拿下了。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外加威胁他人，带回去好好说清楚。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老王被行政拘留了10天，并被迫赔偿了我5000元的财务损失和精神损失费。在他被关进去的这10天里，临街这几栋公寓楼仿佛迎来了久违的春天。哎呀，这空气都清新了，晚上能开窗了，睡觉也踏实了。我老伴都说我最近不打呼噜了。是啊，多亏了那新搬来的小伙子，要不是他，咱们还得继续受罪。不过听说老王10天后就出来了，哎，我能收拾老王1次，就能够收拾他2次，能把他送进去住1周，就能让他进去住1年。只要他出来还敢惹我，我是不会放过他的。10天后，就在我等着老王出来后继续过招时，群里突然有人发了一张模糊的远处照片。老王出来了，在小区门口跟他小舅子说话呢。他小舅子旁边那个好像是西街那边有名的混混，是黑皮，他是老王的混混儿子。小李，你小心点，那个黑皮下手特别黑，进过局子。小李，这次听我的，真不能住了，钱我全退你，押金也退。黑皮那种人咱们惹不起。对于这些提醒，我统一回复了谢谢关心。我可没什么好怕的，一个混混而已，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第2天，老王带着那个叫黑皮的混混找上门了。老王出来了，气色不错啊。这几位是？小子，就是你让我爸进去蹲了10天，还赔了钱。识相的，拿出1万块营养费给我爸补补，再跪下道个歉，不然我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看着自己的混混儿子这么勇猛，老王在后面一脸得意，而隔壁邻居也都听到了动静。虽然他们也想出来劝一下架，但是大多数人一看到那个凶神恶煞的黑皮混混，都关紧了大门。我抬头看了看自家门口上方那个崭新的角度刁钻的微型摄像头，对着黑皮笑了笑。钱我没有，命倒有一条。你看这儿，还有那儿，全是摄像头。你往我身上打，1拳我算你1万，只要你有钱赔，随便打。今天不打，你就是我孙子。我直接把脸凑了过去，让黑皮对准了打。老王立马拉了一下黑皮的胳膊，让他别动手了，吓唬一下得了。黑皮抬头看到那些明显的摄像头，嚣张的气焰顿时被冷水浇灭。他到底不是完全没脑子，知道在监控下动手讹不到钱还可能再进去，狠狠瞪了我一眼。行，小子，你有种，以后出门看着点路，晚上睡觉留只眼。我们走。等等，我让你们走了吗？咋，还想留我们吃饭？老王也转过身，一脸你能奈我何的表情。我径直走到老王面前，把手心里握着的小瓶红色颜料水泼在了自己胸前和脸上，同时发出一声夸张的痛呼，踉跄后退，撞在墙上。打人了，混混打人了，报警，快报警啊！老王和黑皮彻底懵了，但老王反应极快，立刻尖叫起来。怕恶人，我们都看见了，报警，这次非得让他赔得倾家荡产。帽子叔叔和保安小陈很快再次赶到，看到又是我们，出警的几位脸上都写满了无奈。老王抢先扑上去，指着我哭诉：帽子同志，这次你们一定要严惩啊！这小子自己往身上泼红药水，想讹我们，我们都看到了，快把他抓起来！你说说怎么回事？帽子同志，他们上门收保护费，我不给，这个叫黑皮的就动手打我，还威胁要嘎我，邻居们都听到了，我好害怕。说着，我举起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正是刚才黑皮威胁我的那段话，清晰无比。与此同时，被折磨已久的邻居也恰到好处的开门，拿出手机作证。帽子同志，我听到了，就是那个混混威胁小伙子，说要弄死他，太吓人了。我录了一小段视频，虽然没拍到打人，但能听到威胁的话，还有这小伙子被推撞墙的声音。铁证如山，黑皮有威胁恐吓的前科，老王是资深闹事者，而我则是屡次受害的普通租客。帽子叔叔的倾向性不言而喻，老王急了，再次使出杀手锏，指着监控喊：看监控，监控肯定拍到了，他是自己破的。那个
我说两句，很不巧，这几条新装的线路还没完全进入主机房，目前只是摆设，没入啥。不可能，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何起火来坑我？老王彻底失控，开始口不择言的攻击帽子叔叔和物业。最后在帽子叔叔的严厉训斥和调解下，老王和黑皮被迫向我郑重道歉，并赔偿了我1万元精神损失费。转账时，黑皮凑近我狠狠道：“小子，这事儿没完，你等着，我盯上你了。”周六早上，我正躺在床上睡懒觉，突然被一阵剧烈的噪音惊醒。我来到窗户边往下看去，老王在楼下摆了个大喇叭，对着公寓楼放摇滚音乐。巨大的声音吵得整栋公寓楼都不安宁。有人下楼理论，他就骂人，说这是他的自由，别人管不着。我穿好衣服来到下楼，老王站在他的烧烤店门口，看到我过来，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哟，这不是咱们楼的大英雄吗？怎么吵着你睡觉了？老王，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我在自己店门口放音乐，犯法吗？黑皮从店里走出来，手里拎着啤酒，看到我，眼睛里满是挑衅。你不是挺忙吗？再报警啊！我们在自己店门口放音乐，这总不犯法吧？他们说的没错，硬碰硬不行，得想个别的办法。回到楼上，我打开窗户往下看，老王的音响就放在店门口，旁边是一根电线杆，上面挂着好几个电表。我突然有了主意，打开群聊询问邻居。各位邻居，楼下的事大家都看到了吧？看到了，这个王八蛋存心不让人安生。报警也没用，帽子叔叔刚走。大家别急，这事儿我来想办法。房东，我想问您个事儿，楼下那家烧烤店，他那个营业执照是不是还在有效期内？这我就不知道了，得去工商查。房东，您帮我去查查，然后发给我。3天后，我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老王那家烧烤店的营业执照，其实早在3个月前就已经到期了。好啊，无证经营，这下有好戏了。当天晚上，我来到老王店门口，生意说不上火爆。老王坐在店里喝酒，看到我，立刻站起来。怎么又来找事？老王，我就是来提醒你一声，你那个营业执照是不是该去续一下了？你怎么知道？我知道的事儿多了，比如你这个店现在是无证经营，你说我要是打个电话给工商，会怎么样？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你们放音乐吵得全楼不得安生，我举报你们无证经营，天经地义。行，算你狠，我今天就把音乐关了，但你给我记住，这事儿没完。老王关掉音响，我转身准备离开。接下来的几天，老王确实消停了。可1周后的晚上，我外出回家，发现的单元门的门锁被人用胶水堵死了。我掏出钥匙试了半天，根本插不进去。隔壁单元的大爷正好出来倒垃圾。怎么了，小李？单元门的门锁被人堵了。什么？谁干的？这也太缺德了！我蹲下看了看，胶水还是湿的，说明刚弄不久。我抬头往老王烧烤店的方向看了一眼，大爷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脸色沉了下来。又是那个老王？没有证据，不好说。除了他还能有谁？这栋楼就他跟你有仇。大爷，您先回去吧，这事儿我来处理。我掏出手机给开锁公司打了个电话，等开锁的功夫，我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各位邻居，单元门锁被人堵了，今晚大家出门的话注意一下，可能要绕道走。什么？谁这么缺德？肯定是老王干的，除了他们没别人。我刚才跟小李在一块儿，那烧烤店还亮着灯呢。报警啊，小李！没证据，报警没用，大家先别急，这事儿我心里有数。开锁师傅来后，折腾了几分钟才把锁弄开，花了我200块。第二天，我去了趟消防队，将老王烧烤店里的火灾风险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当天下午，消防队的车开进了小区，几个消防员下车，直奔老王的烧烤店。老王正坐在店里喝酒，看到消防员，愣住了。你好，我们是区消防大队的，接到举报，你这里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需要进行检查。检查什么？我这儿没毛病。有没有毛病？检查了才知道。消防员进店检查，不到10分钟就找出了一堆问题：电线乱拉乱接，灭火器过期，后厨堆满了易燃物，疏散通道被杂物堵死。你这问题不少啊，按照消防法，需要停业整顿，罚款5000。什么？停业？不行，我这是小本生意，你们不能这样。给你1周时间整改，整改完了再开业。要是不整改，下次就不是罚款这么简单了。消防员走后，老王站在店门口，脸色铁青，而我刚好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路过烧烤店。老王，今天天气不错啊，来口瓜。是你举报的。老王，说话要有证据，你店里本来就有问题，怪我喽。你少装蒜，除了你还能有谁？那我问你，你店里电线乱不乱？灭火器过没过期？你自己心里没数？消防队来查你，是替你消除隐患，你应该感谢他们。小子，你行，但你给我记住，这事儿没完。我在这片混了20年，还没人能把我怎么着。接下来的3天，老王的店确实关了门，但第4天他又把门打开了，照样营业。我走进去一看，发现他门口贴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内部装修，照常营业。老王看到我，冷笑一声：“怎么又来举报？告诉你，我这儿装修期间营业，不犯法，消防队也管不着。”我看着他，没说话，默默地离开了。然后当天下午，工商的人来了。王老板，我们收到举报，说你营业执照过期了，知道吗？我正在办续期。正在办，那办下来之前不能营业，现在立刻关门，等执照办下来再说。你们这是故意整我得罪谁了我？还有你这电线，消防上司让你整改，你改了吗？灭火器换了吗？老王支支吾吾说不出话。随后，工商和消防联合执法，当场贴了封条，勒令老王无限期停业，直到所有手续办齐，隐患整改完毕。老王站在封条前面，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群里全是居民的喝彩。疯了，真疯了，太好了，这下看他还怎么折腾。小李，是你干的吧？不是我干的，是他自己做的。你就别谦虚了，我们都看见了，消防队来了2次，工商也来了，不是你举报的是谁？我只是帮他们发现了问题而已。不管怎么说，这下咱们能清静了。可我还是太乐观了，店被封了，老王却没走，他和黑皮就住在店里，每天晚上还是开着灯，时不时出来转悠。那天是周一，我突然接到大爷的电话：“小李，不好了，那个老王住院了，中风，半身不遂。黑皮刚才在楼下喊，说都是你害的，要找你算账。”中风，半身不遂，前几天还看他活蹦乱跳的在店门口骂街，怎么突然就中风了？谁知道啊，小李，黑皮正在找你麻烦，你这几天躲远点。挂了电话，我想了很久，这事儿透着蹊跷，但不管真假，老王要是真病了，我这个仇人确实容易成为靶子。下午我来到楼下，就看到黑皮站在单元门口，他看到我，直接冲了过来。姓李的，你还有脸下来？我爸中风了，半身不遂，医生说要几10万治疗费，都是你害的。我害的？我怎么害的？你天天举报他，逼他关门，他急火攻心，这才中的风。你要是不举报，他能成这样吗？黑皮，你爸中风是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再加上长期喝8+1，跟我举报没关系。放屁，就是因为你。今天你必须给我个说法。我爸住院要钱20万，你拿不拿？20万？凭什么？凭是你把他害成这样的。你要是不拿，我天天来堵你，让你在这楼里住不下去。说完，他狠狠推了我一把，转身走了。邻居们围过来，七嘴八舌的议论：“小李，你别理他，20万，他当他是谁呀？”就是他爸自己喝酒喝的，凭什么赖你？不过小李，你最近小心点，这小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点点头，心里却迅速盘算着：20万，这肯定是黑皮的趁火打劫。可他说老王中风了，不知是真是假。大爷，您知道老王住哪个医院吗？听说是区医院，具体哪个病房不知道。怎么，你还想去看他？我得去看看，到底是真是假。第二天，我去医院打听，跑了2趟，终于在住院部查到了老王的记录，确实住院了。我找到老王的病房，门虚掩着，老王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嘴角还流着口水，看起来确实像是中风的样子。我正要离开，身后突然传来黑皮的声音：“站住！你来干什么？来看看你爸。看我爸？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是来看他喜了没有吧？”黑皮，你爸要真病了，我同情他，但你要是想拿这个讹我，你打错算盘了。讹你？我爸躺在里面，你说是讹你？20万不是小数目，你让我拿，总得让我看看证据吧？证据？病房在那儿，人躺在那儿，那不是证据吗？那是生病的证据，不是你爸的病是我造成的证据。你给老子等着！黑皮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进了病房。我站在原地看着那扇门，心里有了计较。这事儿不对，老王早不中风，晚不中风，偏偏这个时候中风，有蹊跷。接下来的几天，黑皮每天都来堵我，他不打人，就是跟着我，嘴里念叨着20万。帽子叔叔来了也只能调解，毕竟他没动手。我知道他这是在给我施加压力，等我崩溃，等我拿钱消灾。第二天，我又去了医院，这次没去病房，而是去了医生办公室。你是王建国的家属吗？不是，我是他邻居，他儿子最近一直在找我麻烦，说是我把他爸害成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下他爸的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王建国是急性脑梗，也就是俗称的中风，主要原因是高血压、高血脂，加上长期饮8+1，这种病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跟短期情绪波动关系不大。也就是说，不是被人气的。医学上不能完全排除情绪诱因，但主要病因是基础疾病。他有10几年的高血压史，一直没好好控制。从医生办公室出来，我心里已经有了底，可光有医生的话还不够，我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我想起小陈，物业的保安，医院走廊有监控，如果能拿到老王入院当天的监控录像，就能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中风。我联系了小陈，小陈听我说完，有些为难。李哥，医院的监控我可调不了，
那是人家的系统。我不是让你调，我是想问你，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在医院工作？我表姐在去医院当护士。太好了，能不能帮我问问，老王入院那天是谁接诊的？有没有什么异常？行，我帮你问问。2天后，小陈给我回了电话。李哥，我问到了，老王那天是被黑皮送来的，说是突然晕倒，接诊的医生检查了，确实是脑梗的症状，但有一点奇怪。什么奇怪？医生说他的症状不太像突发性脑梗，倒像是怎么说呢？像是药效还没过。药效什么意思？医生说有些像压药吃多了，会让人出现类似中风的症状，比如半边身子发麻、嘴角歪斜、说话不清，但如果剂量控制得好，过几天就能恢复。你是说他可能是吃药装病？我不敢肯定，但我表姐说当时确实有点怪，不过人家病人有症状，也不能不收治。太好了，小陈，谢谢你。老王要是装病，那他肯定会露出马脚，我需要证据证明他根本不是真的中风。当天晚上，我便将一个微型录音笔藏在口袋里，敲开了老王的病房门。你又来干什么？来看看老王，顺便跟他聊聊。我挤进病房，看到老王正躺在床上，半边脸歪着，嘴角流着口水。老王，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你来干什么？我来跟你商量的是，你儿子天天找我要20万，说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我想问问你，真是这么回事吗？是你害的。我害的？我怎么害的？你举报我，逼我关门，我气的。老王，你说话都不利索了，还想着讹我？你放屁！行了，老王，你别装了。我没装，我真病了。是吗？那你知道医生怎么说吗？医生说你的症状不像是突发性脑梗，倒像是吃药吃的。你吃了多少降压药，才把自己弄成这样的？你胡说什么？我胡说？那咱们等着瞧。我已经跟医院申请了，要求做一次全面检查。要是查出你血液里有大量降压药的成分，你就是诈骗，我要起诉你，索赔20万。你敢？老王一出口，声音洪亮清晰，哪有半点中风的样子。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中计了。老王，你不是中风了吗？怎么坐起来了？说话也利索了。我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10分钟后，帽子叔叔来了，我把录音笔交给他们，里面录下了老王刚才自己坐起来，说话清晰的整个过程。王建国，你这是诈骗未遂，知道吗？帽子同志，我就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你装病让你儿子去讹人，这叫一时糊涂。行了，起来吧，跟我们走一趟。老王被带走了，黑皮也被带去问话。第2天，消息在小区里传开了。听说了吗？老王是装病。什么装病？他不是中风了吗？装的，小李揭穿的。怎么回事？小李，你快说说。也没什么，就是去医院看了看，发现他说话太利索了，不像是中风的。太厉害了，这都能看出来。那黑皮呢？他不是天天赌小李要钱吗？黑皮也是被带走了。活该，让他再讹人。诈骗未遂，拘留15天，罚款5000。5000太轻了吧？他毕竟没拿到钱，又是初犯，这已经不错了。15天后，老王出来了。我以为他这次应该能学到教训，但我还是太小看他了。他知道我惹不起，于是把目标放在了我的邻居身上。互助群里开始出现新的抱怨：谁家大半夜一直按我家门铃，猫眼看又没人。我家门口被人丢了死老鼠，太缺德了。几乎整栋公寓楼的住户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骚扰，家门铃大半夜狂响，可通过猫眼一看，外面什么人都没有。就在整栋楼的人被折腾的受不了的时候，老王和黑皮大摇大摆的出现了，在楼下公开叫嚣。想让我们消停，可以，那就是让整栋楼的人签字，一起联合起来把那人赶出去。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就继续闹事，继续折腾你们，看谁熬得过谁。在持续不断的骚扰和精神压力下，为了求得安宁，大部分不堪其扰的邻居，连同我的房东，最终都妥协了。他们一起来找我，脸上带着愧疚和无奈。小李啊，你是个有本事的人，到哪都能活，那帮人尸体投食，无赖啊！你继续住这儿太危险了，房租押金我退你，你就搬了吧。他们说了，只要你走，就不闹了。看着这些曾经支持过我，如今又被迫来劝我离开的邻居，我心中了然。我知道，我一走，老王必定固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但我没有争辩，只是点了点头。好，我搬。但大家记住今天的话，以后如果你们需要我回来，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在临街住户互助群里发了最后一条消息后，迅速地搬离了那里。不过，我的号依然在那个群里，只是不再说话，成了一个沉默的观察者。果然，就在我搬走的第2天，群里就重新被各种哀嚎和抱怨刷屏。天啊，烧烤摊又开到凌晨4点了，油烟比之前还大。我新洗的被子啊！我家门锁眼被人用胶水堵了，肯定是他们干的。那个黑皮今天在楼下对着路过的姑娘吹口哨，吓坏人家了，没人管管吗？痛苦的记忆重新袭来，而且变本加厉。很快，群里开始有人小心翼翼地提醒我：哎，要是小李还在就好了，只有他能治那帮人。当初可是咱们一起劝他走的，
沉默在群里弥漫，回忆和期盼也在滋长。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全体成员，咱们能不能把小李请回来？我受不了了，只有他能收拾这烂摊子。一旦激起千层浪，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附和。他们发现我竟然还在群里，于是开始疯狂私信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信息，我知道时机成熟了。我慢悠悠地打出一行字：请我回去可以，但当初是大家让我走的，现在要我回来解决这个尾款问题，需要支付我项目重启费，每家200元，打到同一个账户。钱齐了，我回来，少1分免谈。这200我给，只要你能让他们消停。我也给，这日子真过不下去了。很快，一笔笔转账和红包在私下汇集。我收到钱后，在群里正式宣布：明天我回来，大家暂时保持安静，看我表演。第二天，我再次回到了那个小区。面对我的回归，老王和黑皮们明显收敛了几天，似乎在观望。但很快，噪音、油烟和骚扰卷土重来，群里的人又急了。但我只在群里回复：稍安勿躁，素材正在收集。我联系了做自媒体表演的朋友，一位气质出众、外形靓丽的年轻女性小雨。我开始每天傍晚带着小雨在楼下附近散步，偶尔在烧烤摊不远处的便利店买东西，谈笑风生。小雨的出现很快就吸引了黑皮的注意，他那黏腻的目光总是跟随着他。我知道鱼儿已经被盯上了。时机成熟后，我在群里高调宣布：各位邻居，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女朋友小雨的网红探店账号刚接了一个大品牌的推广，为了庆祝，周末我请大家吃饭，就在我家。恭喜恭喜，一定来！这可是好事啊，都来都来。黑皮也在群里发了个流口水的表情。看到这一幕，我开始下一步计划。在某个夜晚，我突然在群里问了一句：急，老家亲戚重病，我得立刻赶回去，谁有车能借我用一下？来回大概400公里，明天晚上才能回来，油费过路费我全包。这一次群里人没有人吱声，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在等。直到老半天后，黑皮冒出来了：我有辆面包，就在车库里，你来拿钥匙去开吧。看到这句话我笑了，因为这代表黑皮上套了。太谢谢黑皮哥了，真是救急啊！我老家离这里400多公里，明天才能回来，我会帮你把油加满的。不用客气，都是邻居，说这些干什么？就你一个人去乡下吗？你女朋友怎么办？她也想跟我回老家，但她昨天生病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就不跟我走了。病了，那得好好休息。捕捉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邪念，我心中冷笑。离开后，立刻把车钥匙给了保安小陈，让他开去远郊转一圈，而我则迅速潜回了隔壁大爷家。大爷家门铃上的高清监控正对着我家门口。不到半小时，监控画面显示，一个黑影鬼鬼祟祟地摸到了我家门口，熟练地开始撬锁。正是黑皮，他撬开门，闪身进去。紧接着，房间里传出了小雨惊恐的尖叫声：你是谁？出去！救命啊！各位，行动！瞬间，整栋楼10几号人拿着拖把、扫帚、擀面杖冲了出来，一下子就把刚从屋里逃出来的黑皮堵在了楼道里。误会，我就是走错门了。走错门，撬锁走错的，你个流氓！上次就是你吓唬我孙女。揍他，为咱们出气！愤怒的人群一拥而上，大家都很有分寸，只伤皮肉不伤筋骨，主打一个解气和控制。老王听到动静冲上来，看到黑皮被围殴，老王立刻尖叫报警。你们这群暴徒，光天化日下敢打我儿子，赔钱！我要让你们赔到倾家荡产！这一次没人理会老王的叫嚣，因为小雨已经从屋里出来了，衣衫略有不整，头发凌乱，脸上挂着泪痕。他指着黑皮颤抖地说：他敲门进来，想欺负我。帽子叔叔接到报警，迅速赶到，又是这帮熟面孔，带队的警官头都大了。听完双方陈述，又看了大爷提供的清晰撬锁入门监控，以及小雨的指控和邻居们的证词，事实再清楚不过。入户意图不轨，人赃并获，还有什么说的？带走！他们是串通好的，他们故意陷害我儿子，那女的是骗子。你给我清醒一点，这些人是正义群众，他们是在阻止犯罪，半夜敲门，意图不轨。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你在胡搅蛮缠，连你一起带走。当晚，帽子叔叔把所有人都带回去调查了，而我在接到电话后，才假装从乡下赶回来。一到所里，我就开始演戏，抱着小雨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扇自己的耳光子。都怪我不应该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的。现在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啊？女友跟着我一起流泪，再加上旁边小区居民也在流眼泪，一时间所里的气氛到达顶峰。就在这时，所长出面了，他握住我的手：小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秉公执法，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我抓着所长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泪。就在所长让我带女朋友先回去时，我突然惊醒，大声喊道：帽子同志，我还要报警！我家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刚签的商业合作意向书原件，还有我女朋友准备用来支付首期款的银行卡，就放在客厅抽屉里，现在不见了，肯定是这家伙进去偷了。
那一项书是关于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年度推广，首期款有100万，他按时预付的50万。老王一家彻底傻了，帽子叔叔也意识到事情可能更严重，立刻派人进屋搜查。果然，在黑皮身上找到了那张银行卡和折叠起来的意向书，人赃并获，铁案如山。入户意图侵犯、盗窃巨额财物，数罪并罚，当着重判吧。后续的事情依法推进，黑皮因非法侵入住宅、盗窃数额巨大等罪名被判了重刑。老王不仅要给黑皮减刑，还要面临小雨提出的高达100万元的损失，以及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最终彻底崩溃，老王变卖了烧烤店和设备，仍然远远不够。最终他不堪重负，连夜逃离了这座城市，不知所踪。在那之后，公寓楼终于获得了真正的安宁。偶尔在群里聊天时，还会有邻居好奇地问：小李呀，当初那黑皮偷的什么商业合同那么值钱，真的假的？我喝一口自己熬的养生茶，没有回答，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